燕尘哥哥，我终于可以嫁给你了。小姐，府里四处挂上红幡，我还听说表少爷花大价钱从西域购来10颗红宝石，一定是要来娶您。爹娘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，但我相信你们看到我嫁给燕尘哥哥，一定也会很高兴的。燕尘，这是阿婉，你爹在路上捡来的孤儿，从今往后，她便是你妹妹了。世间竟有糯米团子般的妹妹，可真好看。给，这是我最爱吃的桂花栗子，你尝尝看甜不甜？很甜。如花，悠悠空灵失色，心乱如麻。阿婉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挂在最高处呢？因为我想让天地神灵都看到我的心愿，保佑我们朝朝暮暮，一生一世。你呀，等你及笄，我便八抬大轿娶你为妻，一生一世，朝朝暮暮。我等你。今日是燕尘哥哥生辰，我把亲手做的同心沁送给他，他见了定会高兴。林兄与柳小姐定了亲，阿婉姑娘那边怎么办？阿婉姑娘性子倔，恐怕不愿为人妾室。定亲，这恐怕由不得他。他那样的身世，给我做妾已是高攀。不知阿婉姑娘滋味如何？更何况他跟我这么多年，还有谁愿意娶她？软润可口。那还忍得住不动真格？林兄，你可真沉得住气，不是怕人家姑娘赖上你吧？我竟信了你的话，当初说舍不得要了我，其实只是怕我赖上你。那丞相之女柳小姐呢？比起阿婉姑娘，谁更胜一筹？若烟不同，她是大家闺秀，岂容你们背后偏袒？林燕尘，我与你相恋10年，在你心里我竟如此不堪。小姐，宫里的御前总管来找您，您快回屋吧。宫里怎会有人找我？您就是阿婉姑娘？正是小女。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可算是找到您了。您是我朝开国功臣霍将军流落在外的千金，他15年前为国捐躯，陛下继位后一直在找您的踪迹。此为双差，当年霍将军保护您逃离战火，将另外一差给了您，他却战死沙场。我想起来了，是阿爹护我。陛下一直在暗中寻找你，没想到您这10年来是被灵府收养。陛下未尝霍将军护国之功，愿封您为贵嫔，不知您是否愿意？小姐，太好了，您终于知道身世了。我苦寻佳人多年，多谢您前来相告。老奴可受不起姑娘大礼啊！您可是有什么顾虑吗？林府养育我10年，对我有恩，我还要再考虑一下。陛下为嘉奖灵府功劳，已决定升林家长子林彦辰为督察院廷尉。您不必担心未能报答养育之恩，等姑娘想清楚了告诉老奴，老奴就先告退了。多谢，也请您在我考虑清楚之前，先切莫对外宣布我的身份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为何寻得身世还如此愁眉不展？因为与表少爷的婚事吗？他的确是要成亲了，只是他要娶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丞相之女柳若烟，要纳我为妾。莲儿早就听闻那柳家小姐不是个好相护的，与其留在这里委曲求全，倒不如入宫做娘娘。说到底还是表叔爷的错，招惹了姑娘，又转头另娶他人，也该叫他也尝尝被人抛弃的滋味。春日宴，郎君千岁；2愿妾身常见；3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常相见。林府养育我10年，我与你相恋10年，既然同心配碎成3瓣，那就再给你3次机会。若3次用尽，你我此生不见。西域，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但为何只有8颗？阿婉，说好的生辰礼呢？再不拿出来，我的生辰可要过去了。手笨，搞砸了。这手哪里笨了，分明灵巧得很。阿婉，
有样礼物送你，是我特意在西域寻来的。阿婉，这耳坠赠予你。阿婉，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你想要什么告诉我，我都给你买好吗？表兄就要成亲了，日后还是给柳姑娘买礼物。我竟以为那条红宝石项链是送给我的，在你眼里，原来我只配得上边角料。你知道了，阿婉，你别胡思乱想。若烟是高门大户养出来的嫡女，自然容得下你。待我成婚后，便禀明母亲纳了你，你我一切都不会变。一切都不会变吗？当然，我一直在为你谋划，只是得先委屈你，待日后有了子嗣，我再抬你做贵妾。若我不愿做妾呢？在你眼里纳我为妾，仿佛就是天大的恩典。你怎么会不愿意呢？这是我为你想的最好的出路了。况且你这么爱我，你知道我有多在意你。阿婉，我都这般低声下气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只要我们相爱，妻妾又有何区别？既然没有区别，为何不能娶我为妻？阿婉，我竟不知你何时变得这般肤浅。你与后院那些只知争夺国位的女人有什么两样？你口口声声说要娶我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昨日皇上升我做督察院廷尉了，日后若还想平步青云，怎能娶一个没名没姓的女子？所以你就想攀上丞相的高枝，好飞黄腾达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正玉年，是5年前我们搬入京城那一年。柳若烟赠林彦辰，携手2载，矢志不移。柳若烟赠林彦辰，携手3载，团团圆圆。柳若烟赠林彦辰，携手4载，白头偕老。柳若烟赠林彦辰，携手5丝齐眉。林彦辰，原本你不是突然变心，而是早已暗通笔款，背着我在一起5年，那这5年我又算什么？小姐，您为何要来月华寺？这不是您与表少爷定情之地吗？我想再看看寺里那棵千年月桂树。阿婉，传说这棵月桂树可以保佑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林彦辰在此树下起誓，一辈子对你好，绝不背负。好，彦辰哥哥，那你可不许背着我偷偷同别的女子来哦，被我发现就永远不理你了。好。小姐，我来帮你找吧。不用莲儿，我亲手挂上的祈福牌，想自己拿下来。是，小姐，莲儿陪着你。林彦辰、柳若烟，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小姐，笔墨未干，还是个新牌子。曾经信誓旦旦要与我共白头的男子，却早已与他人两心同。若烟，多亏了岳丈大人对我的提携，不然陛下哪能这般快升我做督察院廷尉？彦辰，只要你不忘记我父亲的提携之恩就好。也只有我才能帮得上你。你说的是，原来就是与柳小姐私会。若烟，你放心，我林彦辰保证对你永不变心。可是京中皆知你府里住着个没爹没娘的阿婉，我听说那个孤女娇俏可人的很，不是我这样的名门后系能够比得上的。若言，你别误会，她不过是个狐妹子，以她的身份，给你提鞋都不可。你这样的高门贵女，才配做我林彦辰唯一的妻。下月初1，我便娶你过来。下月初1，也就是我的及笄之日，你口口声声说娶我的日子，要娶的却是别人。你何时也学会跟踪这种伎俩了？我家小姐没有跟踪，我为何要跟踪你？这就是你府里的那个小孤女吧？对你还真是死缠烂打啊！你可是在找这个？怎会在你这里？哦，他碍着我的牌子了。燕晨说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，
我就给扯下来了。阿婉，还不给若烟行礼？她马上就是灵府的女主人了，日后你是要给她奉茶的。表兄还请慎言。阿婉虽身份低微，却从未有给他人奉妾室茶的打算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京城谁人不知？这会儿又清高给谁看？阿婉的婚事自有父母做主，不用表兄费心。你哪有父母？我爹娘收养了你，已是你三生有幸。表少爷，我们小姐与你一同长大，你怎可如此侮辱她？灵儿说错了什么？你凭什么打她？贱婢，敢和我顶嘴，我一个巴掌都打少了。燕晨，我不是那等没有眼界的闺阁女子。若言，还是你知书达理。虽然她身份卑微，做个烧火丫鬟都勉强，但看在你的情面上，我愿意抬她做个贵妾。若言，我就知道你最懂事。若言，我们别理他，走，我带你去珍宝阁，给你挑成婚时的凤冠。好，你说好要带我去吃城东花婆的桂花炒栗的。好。林彦辰，从此你我恩断义绝，两不相欠。小姐，莲儿，带我给宫里回话，我愿意。是。你说要娶我，我便一针一线缝完这件嫁衣，本想穿上它高高兴兴嫁给你，如今看来不需要了。阿婉，先前是我混账，你不生气便好。她是丞相千金，而我只是孤女，自然不能和她相提并论。若烟毕竟是丞相千金，在外总要顾及她的颜面。看来阿婉已经不生气了。阿婉，林家看着光鲜，内里却早已破败不堪，我也要为家族考虑。我想你肯定能明白我的难处。借着丞相家的东风，燕晨哥哥才能凌云直上，儿女情长不打紧，最重要是仕途亨达。阿婉，我就知道你是最懂我的人，要不是丞相，皇上怎会如此快提拔我？这嫁衣的颜色不太适合你。是吗？你着红的确好看，但不合规矩。你是我的妾室，只能穿粉色。在你心里，能为你穿上大红嫁衣的人是柳若薰，而我无权无势，只配为妾。你放心，等我纳你入门时，一定命人再做一身天底下最美的嫁衣，如烟有的，你一样都不会少。我想嫁的人已经死了，这嫁衣再美也用不着了。本就不是什么贵重的衣服，那便扔了吧。这绣娘的手艺着实不错。阿婉，既然你用不上，那便给若烟吧。我与她成婚仓促，这件嫁衣正好能为她添妆。的确是件精心缝制的嫁衣。柳姑娘看见必定喜欢。阿婉，还是你懂事，这叫我怎能不怜惜你？差点就忘了。阿婉，这是我刚买的桂花炒栗，尝尝。你再等等，等我纳你入门，我们便能一生一世，朝朝暮暮。他柳如烟吃剩的冷饭才拿给我，迟到的深情比草贱。我再也不会等你的空头承诺了。不辛苦，你高兴就好。那我先走了，忙完再来看你。真是辛苦你了，陪柳姑娘游玩还想着我。知道了。莲儿，帮我扔了。是小姐。方才宫里传话来，下月初一辰时便来见您进宫。好，林彦辰，你既无情，我便休心。从今往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死生不见。小姐，这嫁衣可是陛下御赐，世间任何嫁衣都比不上。办好今日差事，皇上必然少不了赏赐，都仔细着点儿。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，可都是送给婉嫔娘娘的，摔坏了你们小命难保。是，奴婢们谨记。小姐，吉时已到。走。小姐，姑爷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我们走吧。姑娘出阁，小姐出嫁。走，去灵府接婉嫔娘娘入宫。
是，奴婢们恭迎婉嫔娘娘入宫。这是谁家娶妻？如此风光，看样子是去灵府的路。天哪，丞相大人竟然如此手笔，10里红妆送女出嫁，林家公子好福气。今日我家公子迎接柳丞相嫡女，杂喜堂众沾喜气，恭喜公子贺喜啊！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燕晨，怎么不见阿婉姑娘？她不会在今日闹事吧？放心，她只是发发小脾气，还不是被我哄好，愿意做妾了。我这就去接若烟。姑娘出阁。你不是说都安抚好了吗？今日我迎柳小姐进门，你一身喜服又是闹哪出？回去。今日出阁，我不嫁你，为何回去？胡说什么？你不嫁我还能嫁谁？愣着干嘛？快把她拉回去，闭门思过。快回去吧，不然少爷该生气了。是啊，少爷还要去接若烟小姐了，可别耽误了吉时啊。听说这阿婉是个灾星，克死了自己的父母。他这卑微怎能与丞相嫡女相提并论？连做暖房丫头都是抬举，还敢当众与少爷有情有义，宠爱妹妹，谁人不知？却不是养了只白眼狼在家，想毁掉他与柳小姐的婚事，痴心妄想。就是，我竟嫁给小小林少爷，还敢和柳小姐抢男人，真是自不量力。老爷不好了，灵府的阿婉姑娘穿嫁衣拦到了林少爷，要逼亲。什么？放肆！我说过了，我的夫君不是你，还请表兄放心。阿婉，你不要再胡闹了，你就算再怎样闹，我都不会娶你的。少爷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丞相和柳小姐那边等你不到，他们要过来了。什么？没想到阿婉姑娘如此蛮横，今日竟然还要威逼燕晨。柳小姐若看见这一幕，该怎么收场？阿婉，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，为何还如此贪心？非破坏我与若烟的婚事不可！来人，给我扒下她的嫁衣！干什么？放开，小姐，放开我！放手！今日我是不会娶你的，嫁衣脱了，赶快给我回去！小姐，快住手！圣旨到！燕晨，难道你真要娶她吗？若烟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要娶的人一直都是你啊！若烟才是我的正妻，你往后嫁给我为妾，必须学会尊敬若烟。我若不嫁，又何谈尊敬？这满京城谁不知道你一门心思想嫁给燕晨哥哥？一个孤女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是丞相之女，你怎配与我争？你怎知我要与你争他林燕晨的宠爱？不过是一个背信弃义的男人，弃了又何妨？你别逞强了，你今日一袭红妆，不为燕晨又能为谁？不做妾，还想做平起平坐不成？我阿婉不屑捡别人不要的骨头啃，我既知他是见风使舵的脏肠烂肚之辈，怎还愿与他有半分瓜葛？只会恶心罢了。阿婉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生辰礼，喜欢吗？不过已被我摔了。什么破烂玩意儿？这种东西我刘府要多少有多少，你竟拿得出手？我给了你3次机会，偿还林府收养我的10年恩情。你说什么？可惜，也幸好你没珍惜。如今你我缘尽，永不相见。你不嫁我还能嫁谁？我年纪轻轻便深受皇恩，放眼京城，谁能和我林燕晨相比？纵然你封侯拜相，我嫁鸡嫁狗，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你放肆！放肆！林大人，看看清楚，这位可是皇上亲封的婉嫔娘娘。你说什么？众人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灵府灵婉德容兼备，温良恭俭，淑德有加。朕特册封灵婉为婉嫔，钦此。
凌婉接旨。原来不是凌婉高攀了凌公子，竟然是凌公子高攀了凌婉啊！没错，柳姑娘是宰相之女，身份尊贵，但哪里能比得过皇妃啊？这下可尴尬了。总管大人，凌婉来历不明，身份卑微，给燕臣当小妾都不配，怎有资格入宫为妃？凌婉是我府上收养的孤女，从未进宫过，皇上怎么会看上她？什么孤女？阿婉姑娘乃是霍将军流落在外的遗孤。什么孤女？阿婉姑娘乃是霍将军流落在外的遗孤。我们姑娘早已寻回了身世，是为了你才一直留在灵府，不然怎还会有你今天羞辱她的机会？阿婉，你早就知道了却不告诉我。对，我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世，也早就知道皇上要让我入宫。我早点和你说，你就会放弃柳若仙娶我吗？凌大人，若我不是霍将军之女，你只会觉得给你做妾都是最好的出路。你看中的不是我，而是我霍氏的门第。不用在这虚情假意，假装深情。燕晨，他们都是在演戏给你看。我爹说大将军一家早就战死沙场，霍将军之女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我爹说大将军一家早就战死沙场，霍将军之女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对，阿婉自幼病弱，怎么会是将军之女？我看一定是阿婉姑娘勾引了陛下，逼着陛下接她入宫。大胆！柳姑娘再敢口出狂言，诬陷婉嫔娘娘，奴才就要让人给您掌嘴了。总管大人息怒，小女子只是怕陛下被这狐媚而迷。你自己爱抢别人的东西，就要把天下人都想成得这么脏吗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霍将军之女？冒认此等尊贵的身份可是大罪。你污蔑皇妃，质疑圣上，就不是大罪吗？我看是谁要治我女儿的罪。丞相大人，参见丞相大人。都起来吧。岳丈大人怎么来了？听说有人敢阻拦我们家若言的婚事，我看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爹爹，就是他。我当是哪个不要命的？你一个没名没姓的养女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拦亲？今日是我出轨之日，是你们拦了我的我路。丞相大人，这位阿婉姑娘乃是开国功勋霍将军遗孤，陛下宅心仁厚，特封其为婉嫔。今日是进宫之日。哼，什么遗孤？前几日来找燕臣商议他与若烟的婚事，分明看见他凌婉的婢女送你出府，你们狼狈为奸，欺瞒圣上，才是死罪一条。况且皇上前日还取消了选秀之事，怎会又将什么婉嫔迎入宫中？陛下，选秀一事，臣妾已筹备妥当，您看何时需要召他们入宫呢？不必了，朕前朝忙碌，本就不常来后宫，朕并无选秀之心。是，看来陛下当真没有纳妃之意，我与皇后倒是白忙活了。我看呐，就是这个贱人伺机接近皇上，然后用一些下三滥的招式勾引了皇上。还请柳姑娘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可没有柳姑娘这等勾引人的本事。够了，阿婉，你是何时开始接近皇上的？蛊惑皇上，你可知罪？笑话，我从未蛊惑过皇上，何罪之有？你先是当众拦亲，后又撒谎自己是霍将军之女，被揭穿还不肯承认，你还要不要脸面？我不要脸。你与我相恋10年，又背着我和柳烟偷情，你答应今天娶我，转头却娶了柳若烟，只想让我做妾，究竟是谁不要脸？不要再说了，不说，我偏要揭穿你。你亲手扔掉我们的祈福牌，挂上你和柳若烟的，还把我挑灯熬夜亲自缝制的嫁衣给了他柳若烟。你说什么？我这身嫁衣明明是燕琛找遍全京城为我买的。怎么？要不你现在问问他，他没告诉你吗？前日他来找我，说等娶了你就纳我进门，然后拿走了我的嫁衣。这嫁衣看着就工艺复杂，寻常人哪有这等手艺？就是，方才说自己是霍将军之女，现在又说这嫁衣是自己做的，真是大爷！这嫁衣就是我家小姐亲手缝的。燕晨，若你别听他的，这是我为你亲自挑的。怎么？阿婉姑娘是看我这身凤冠霞追眼红，想占为己有，都不惜编瞎话了。下贱之人，果然是撒谎成上。阿婉，你虽平日会些针线活，但这嫁衣绝非你能做出的，不要说大话了。你又能证明这就是你买的？我不需要证明，这就是我找遍京城买的。小姐日日熬夜缝嫁衣，手上都被针线划破了。表少爷，你怎么敢做不敢当？一个小丫鬟还敢质问主子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
这嫁衣的袖口里我亲手缝了一个碗字，不信的话你们大可以看看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要嘴硬到何时。燕晨，你不是说这是找遍全京城买到的吗？怎么会有碗字？林彦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给丞相府千金穿别人的嫁衣！岳丈大人息怒，小婿实在是被逼无奈啊。都怪你，若不是你日日缠着我，怎会害得我没有时间给若烟置办嫁衣？明明是你自己惜惨，拿走了我不要的嫁衣。难道就是因为我当日说你卓红不合规矩，所以你嫉妒若烟，处处使绊子？我会为了你嫉妒他？我说的有何问题？你就是不配穿红嫁衣，若烟才是我的正妻，只有她才配为我卓红。别以为你耍这些花招我就愿意娶你了，我从头到尾都只想娶若烟一人为妻。罢了罢了，这嫁衣着实好看，穿在我身上也合适，那就多谢妹妹的为我亲手缝制的嫁衣了。若烟，她一个妾室给正妻缝嫁衣是应该的，不用谢她。阿婉姑娘真是心灵手巧，日后留在府里能帮忙修补衣物，那真是再好不过的。岂有此理！柳姑娘怎可让娘娘为你缝衣？总管大人，我的事我自己来解决。你快回宫，告知陛下情况，别让陛下久等。是。我本无意阻拦你们，但你们今日这般羞辱我，便休想继续穿着我的嫁衣成亲。你做什么？柳小姐若是瞧不上我这等低贱之人，那我的嫁衣脏了您的身子可就不好。看来阿婉姑娘怨气不浅啊。大婚之日嫁衣破损可是大凶之兆，阿婉姑娘还真是心狠手辣。对啊，我看她就是想诅咒林公子和柳小姐婚事破败，鸡犬不宁。我盼着今日出嫁盼了许久，没想到如今竟被毁了。反了天了！一个小小孤女也敢欺负到我女儿头上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来人，给我掌嘴，让她清醒清醒！谁敢动我家小姐？小小贱婢，敢和我顶嘴！莲儿，岳丈大人息怒，别叫我岳丈。我看你们林府根本就没有把我们丞相府放在眼里，竟敢为一个贱人忤逆我！林某不敢，不敢。你们府的养女都敢毁了丞相千金的婚事，你今日若不好好管教，我们两家的婚事就此作败。都怪你三番五次阻挠我和柳小姐的婚事，还敢包天划破婚服，你可知错？皇上，怎么了？李公公去灵府接婉妃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回禀陛下，今日柳丞相之女柳若烟嫁入灵府，林大人与柳小姐不信娘娘是霍将军之女起了争执，耽误了时间。什么？朕亲自去接婉妃回宫。林大人，阿婉姑娘可是婉嫔娘娘，怎可如此对待？总管大人，她伪造信物，蛊惑皇上当众拦亲，怎可能配嫁给皇上？别被她骗了！快护住总管大人，别误伤了！莲儿，把这个贱婢拉走，接着打呀！烟尘，若渊好害怕。若渊哪里受过这般委屈？林彦辰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的官职不想要了吗？林大人前几日升官，可是皇上看在灵府养育阿婉姑娘的面子上赏赐的，莫要自误啊！笑！若不是我在皇上面前美言，皇上怎会给林彦辰升官？若不是我在皇上面前美言，皇上怎会给林彦辰升官？上，臣考察诸多新科进士许久，唯有林彦辰超拔众人，可堪大人。哦，他既也颇得你青眼相待。陛下是说你也早看中林彦辰为人吗？算是吧。那就听你所言，给他都尉一职。谢皇上。总管大人总是向着阿婉姑娘说话，莫不是也被她蛊惑了吧？柳姑娘别含血喷人！总管大人怕不是收受了什么贿赂，才如此帮这个贱人。你们污蔑我可以，不要伤及旁人。好啊，还不快动手！娘娘，放肆！谁敢动我的人？微臣拜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万岁！免礼。臣妾参见陛下。
他就是夏朝太子，抓住他那皇帝老儿，只得束手就擒了！快抓住他！阿爹，找到了！不好，是大夏霍将军！没事了，太子殿下，你快跟我回去吧。谢谢你。太子殿下，陛下。丞相，你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这个女子冒充是霍将军之女，招摇撞骗，还和太监总管狼狈为奸，企图欺君，请陛下严惩。她本就是霍将军之女，也是朕要纳她入宫，何来欺君之说？难道你觉得朕糊涂到会被蒙骗？臣不敢。丞相方才倒是对朕的婉妃印象得很，怎么如今又不敢了？臣实在是不知实情，才会糊涂至此，冒犯婉妃娘娘，都怪臣莽撞，都是臣的错。既如此，就将你罚俸1年，以为赎罪。是，谢皇上隆恩。陛下，是臣有眼无珠，臣误会了阿婉。婉嫔娘娘，请您不要错怪丞相大人。你的官都是朕看婉嫔的面子上升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对婉嫔无礼？朕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臣无知，是臣无耻，臣知罪了，请陛下和婉嫔娘娘开恩。既然知错，朕也不得不罚，赏你50大板，心中可服？是，多谢皇上不杀之恩。陛下。婉婉，朕带你回宫。吉时已到，婉嫔入宫。婉婉，我们到皇宫了，一会儿你我便要结为夫妻了。皇上，阿婉愿尽心侍奉，愿天下国泰民安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莲儿，你的伤，方才我已经包扎过了。你受这么重的伤，还来给我送亲，辛苦了。小姐，能亲眼看你出嫁，莲儿真高兴。不过莲儿以后不能叫你小姐了，要叫你娘娘才对呢。你呀，就知道打趣我。见过陛下。先退下吧。托皇上的福，让臣妾终于等到你了。皇上天色也晚了，臣妾帮你更衣吧。笨蛋，还是我来替你更衣吧。陛下，这是什么？听说民间的寻常夫妻都会在新婚之夜燃一对龙凤花烛，直到天明。朕也想与你像夫妻一样点烛。皇上有心了。朕一会儿去上早朝，你先去宁寿宫里给太后问安吧。好。臣妾见过太后娘娘，见过皇后娘娘。起来吧，婉嫔在宫中可还习惯？回太后，宫中龙脉汇聚，藏风聚气，对臣妾再好不过了。太好了，本宫平日一个人实在是无聊，妹妹如今嫁入宫中，我们也能做个伴儿，一起伺候皇上。婉嫔初来宫中，还不懂宫里的规矩，有什么不懂的，就向皇后请教。是，既然太后让我教你，那便先从行礼开始吧。方才你行礼的姿势不太对，再做一次。多谢皇后娘娘教导。手应该放在这里，再往下蹲一点。好，保持住。皇后做什么？本宫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方才本宫在教导婉妹妹如何行礼呢。阿婉自小在西域长大，朕也不愿她为宫中礼仪所束缚。皇后不必教了，跟我走。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，臣妾先行告退。婉婉，朕命人把未央宫布置的与你规格一模一样，从今往后，这就是你的家。多谢皇上，皇上对臣妾这般好，臣妾无以为报。朕不需要你报答。昨日你没吃什么东西，听莲儿说你喜欢吃栗子糕，来尝一尝。陛下，臣妾今日没有胃口，吃不下了。婉婉还有什么别的爱吃的，朕亲自去给你做。皇上您是万岁之躯，怎可下逐呢？皇上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朕在御膳房做栗子糕的时候不小心烫到的，没事，朕多做几次就会了。皇上做的真好吃。
比我吃过的所有栗子糕都好吃。听说今日是婉嫔娘娘回家省亲之日，林家人早早就在门口迎接了。可不嘛，这以前小小的养女，现在可是他们高攀不起的贵嫔了。听说林少子此前还想娶婉嫔娘娘为妾呢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恭迎婉嫔娘娘回府。婉嫔娘娘在宫中过得可习惯？无论怎样，都比在林府过得好。怎么了？燕晨，忘了告诉你了，前几日府医告诉我怀孕了。林婉啊林婉，当上贵妃又如何？你心爱的男人不还是我的？倒是恭喜林世子和柳姑娘有后了。我只愿与燕晨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若是要与旁人争夺他的宠爱，这样的日子……柳姑娘，同为女子，我自然也希望夫君最爱之人是我，而不是总对别的女子有所牵挂。柳姑娘，你说对吗？林世子深夜不睡来我这里，不合规矩。外面这般冷，难道就不请我进去坐坐？林世子请回吧，你我如今身份有别，这样只会引来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我看是你早就攀到皇上高枝，把我当成傻子耍。林世子想想清楚，是你先背弃誓言，搭上丞相千金的东风，现在又来指责我。阿婉，我们相识10年，我一直为你筹谋，为什么你就不能为我的前途让一让步呢？林燕晨，你可真够自私的。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在月华寺相约一生一世？你还曾说要在我及笆之日娶我，可不是还另娶他人？是谁先毁了誓言？难道还有资格来指责我吗？可我从未想过和你分离，你也说非我不嫁。过去的事，我早已放下，何必再纠缠？我不相信，我们相恋10年，你心里怎会没有我了？你是如今攀上皇上，心里瞧不上我了，对吗？林燕晨，你的眼里从来就只有这些功名势力，哪有真心可言？没有真心？我从前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确实要感谢你，谢你之前没有要了我的身子，因为你不值得。阿婉，那天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不早了，林世子请回吧。阿婉，那些话并非真心话。从前我做的那些混账事，那日的50大板就当做偿还了，好吗？我说过了，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。阿婉，你看，我们再给彼此一次机会，从头再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早就回不去。林大人，这是宫里传来的信。宫里怎会传信给我？这是阿婉的字迹，阿婉肯原谅我了。燕晨，皇后娘娘特召我今日助宫叙旧，你要不要一同前去？皇后娘娘怎会突然召你入宫？我们柳家与皇后娘娘乃是世交，我与皇后娘娘处好关系，对你的仕途也有帮助啊。燕晨，皇后娘娘也想见见你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进宫。燕晨，天冷，喝杯热茶吧。好。参见婉嫔娘娘。起来吧，你有何事？皇上今日政务繁忙，特派我来传话，邀请娘娘今晚戌时来观星台相见，说有惊喜要给娘娘。惊喜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婉嫔娘娘，这是皇后娘娘赏赐的饼耳，是她亲手做的，后宫每位娘娘都有一份。多谢娘娘。灵儿，去取来。皇后娘娘说了，要我回话各位娘娘，觉得口味如何，还请婉嫔娘娘尝尝。很好吃，行了吗？多谢娘娘。怎么样？放心吧，
我亲眼看着燕晨去了观星台的方向。他喝了，今日一定不会出错的。好，今日婉嫔就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。皇上，有一事臣妾不知道当不当讲，私事体大，臣妾拿不定主意，还请皇上裁夺。皇后什么时候也会拐弯抹角了？究竟是什么事？若烟，你说。柳若烟，怎么是你？你有什么话要说？皇上息怒，臣妇今日与燕晨入宫给皇后谢恩，却发现他和婉嫔一起去了观星台。婉嫔不会如此，一定是你看错了。臣妇怎会以燕晨前途做赌注陷害婉嫔？我以性命担保，绝没看错。皇上，臣妾为防柳若烟所言有失，特地前去查看，的确看到林燕晨与一女子共居一室，举止亲密。她好像还喊了燕晨哥哥。臣妾听说婉嫔入宫前曾被一家人收养10年，看样子他们仍是旧情未了啊。毕竟他们相处了10年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！阿婉，你入宫时间虽短，朕等你10年，又对你如此宠爱，你心里怎么还有别人？怎么还可以想着那个林燕之？皇上，太后不必生气，朕现在就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若婉嫔当真言行有失，朕绝不包庇姑息。哼！皇上，您听到了，臣妾所言句句属实啊！好啊，当真是我看错了人，竟然背着朕私会，朕倒要看看这对狗男女有什么脸面面对朕！这个女人是谁？幻云？怎么是你？婉嫔呢？我不知道。皇宫之内居然敢行此等苟且之事！来人，给我把2人拖下去，传我旨意，林燕晨在宫内不守礼仪，给我罢免他的都尉一职。是。皇上，您听我解释啊！婉嫔呢？哀家亲眼看见她来了观星台，怎会有错？太后娘娘，臣妾在这里。皇上、皇后、太后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里？阿婉，你方才在何处？回皇上、皇后，观星塔与未央宫相邻不远，臣妾晚上睡不着觉，听见动静才想来查看一下。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你和一个男子进了观星台，你为何污蔑？我家娘娘方才一直在宫里。不可能！闭嘴！造谣后宫嫔妃，可知罪？皇上饶命！或许是我看错了。拉下去，掌嘴，逐出宫去。朕想和婉妃单独说2句话，皇后不妨先扶太后回宫吧。是。对不起，阿婉，我刚才竟然怀疑你，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永远相信你。臣妾定不会辜负皇上。原来要害我的是柳若烟和皇后。阿婉，我好热，好难受。娘娘，没事。今日不是皇上邀我去观星台，是皇后想要害我。阿婉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皇上这一刀一言不发，莫非是生我的气了？皇上，怎会如此疼？太医，婉嫔，皇上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晕倒？臣妾也不知，太医正在里面给皇上看病。太医，皇上没事吧？皇后娘娘，皇上这几日忙于政事，过于疲惫，再加上染上了风寒，所以身体抱恙，现下已经睡了。那皇上何时才能痊愈？
微臣现在开个方子，此方熬药时火不可断掉，需有人在旁看守一夜。那我来看守。娘娘，您千金之躯，这种事交给药房伙计就行了。旁人我不放心，还是自己来好。那就辛苦妹妹去熬药了，本宫先去里面看看皇上。好。婉嫔，药熬好了。熬好了，快让皇上喝吧。皇上刚醒，不宜进去太多人，我拿进去喂给皇上喝吧。怎么还不放手？一会儿药凉了怎么办？朕自己来吧。皇上，那个婉嫔怎么还等在门口？婉嫔怎么在门外不进了？她身子弱，怎么能在外面经风吹？来人，快把婉嫔请进来。皇上，太医叮嘱了，不要太多人进入寝宫，本宫就让婉嫔在门外先等一会儿。她身子弱，经不得风，快去请进来。皇上，你醒了，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婉媛，朕没事了，你放心。那就好，看来那药还是很奏效的，也不枉我昨晚守了一夜的药炉。是你守了一夜为我熬药？我原想为皇上亲手熬夜，是婉妹妹怕我辛苦，帮我看着的，真是辛苦她了呀。来人，宣太医。太医，婉嫔没事了。恭喜陛下，婉嫔娘娘有喜了。什么？太好了！皇上无子，令哀家忧心不已。如今哀家盼了这么久的皇孙终于来了，婉嫔此次有功了，真是太好了！这是朕的第一个孩子，朕要举办春日宫宴，庆贺阿婉怀胎，邀全朝大臣一起庆贺。参见婉嫔娘娘。微臣参见陛下，参见婉嫔娘娘。林世子和林夫人，先进去坐吧。皇上，林夫人她……阿婉，此前柳若轩和丞相多番为难你，我对丞相已有不满。有朝中人又向朕谈了柳丞相贪污救灾款，朕查探之下，果然查出柳丞相贪污之事。没想到丞相连灾民们的救命钱都要贪污，难怪他们二人看起来疲惫了许多。丞相现已被押入大牢。婉婉，朕这样对林彦辰，你介意吗？皇上，臣妾那日离开林府，就决心与林府恩断义绝。林彦辰的事早就与我无关。来的人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入座吃饭吧。多谢皇上的邀请，微臣敬您一杯。皇上都多年未曾举办过这么大型的宫宴了，今日一定是有大喜事要宣布，才邀请大家的吧？爱卿猜的没错，朕今日确有大事宣布。前几日太医检查出婉嫔已有身孕，朕实在是高兴，特邀众爱卿与朕共享此喜。没错，我们皇室子孙单薄，之前我为此事一直闷闷于乐，觉得有愧先帝。如今好了，婉嫔有孕，这是皇帝登基以来的第一个孩子，哀家也很重视。臣等恭贺皇上，恭贺婉嫔娘娘怀有龙子，福泽绵长，龙嗣安康，万谢万谢。林爱卿为何不站起来？微臣，陛下莫怪，微臣只是一时未反应过来。祝贺皇上，祝贺婉嫔娘娘喜得龙子。罢了，朕还要宣布一件喜事。婉嫔温公叔良，又怀子有功，朕册封她为远贵妃。没错，婉嫔此番是我们皇室的功臣，哀家要嘉奖你，特让皇上提前进了你的位妃。臣妾谢过太后，谢过皇上。
恭喜婉贵妃。婉贵妃着实是受宠，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晋升贵妃，太后也对她颇为看重了。皇后多年都无子嗣，婉贵妃怀的可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能不备受宠爱吗？婉婉，朕明日要前去江南调查丞相贪污一案，你独自在宫里好好的。好，皇上，臣妾等你回来。娘娘，这几日天凉，我去取些炭来烧上炉子吧。灵儿，怎么回事？娘娘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我昨日从挂禄局领回来的锦炭啊。这不是锦炭，明明只是厨房烧火用的木炭，所以起烟。该死的！这几日我们宫中的吃穿用度都拿赐的给我们，这些狗奴才怎么敢这么对贵妃？我去找他们去。罢了，皇上不在宫中，应该是皇后娘娘指使他们克扣我们宫中用度。娘娘，您都发烧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，妹妹最近怎么样？身子可还好些？托皇后娘娘的福，最近一切很好。年轻就是好啊。本宫近几日头风发作，头疼的要命。皇后娘娘统领6宫事务繁忙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近几日皇上不在宫中，又赶上先帝忌日，本宫确实过于繁忙了。皇后娘娘奉体抱恙，若是忙不过来，妹妹可以帮忙分担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婉妹妹若是无事的话，今晚可以帮我去祠堂给先帝守夜吗？可是，臣妾愿意帮皇后娘娘解忧。太谢谢妹妹了，你简直是帮了本宫一个大忙。皇后娘娘不必客气，能帮皇后娘娘分忧是我的荣幸。对了，记得准备上猪头鱼肉一些贡品供上。那本宫先回去了，妹妹先忙。是，恭送皇后娘娘。林彦辰传进宫了没有？娘娘放心，都按您的吩咐，让他晚上就去祠堂。哼，婉嫔，前方皇上在此，怎么都护你周全，我看这次还有谁能保得住你？娘娘，您自己还在生病，为何还要帮皇后娘娘去守夜？皇后娘娘这个样子，是一定要让我去守夜的。我推辞又有什么用？守夜肯定很冷，那莲儿去给娘娘备一身厚衣裳。好，再帮我去准备好先帝的贡品。是。娘娘，莲儿按您说的准备好了这些贡品。前朝举行祭典活动，焕云叫我去帮忙，您一个人可以吗？你快去帮忙吧，我自己在这里守着就行。是。太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大胆！是谁准备的这些贡品？太后息怒，是我准备的，这些有什么问题吗？婉贵妃，恐怕是皇帝最近太过宠你，让你恃宠而骄了。一切都是阿婉的错，阿婉愿接受一切惩罚。惩罚？那你今夜就跪在先帝灵位前，先帝什么时候原谅你，什么时候起来。怎么样？太后看见贡品了吗？看见了，太后大发雷霆，还罚婉贵妃跪在祠堂里。好，我们就乘胜追击，让她永远也翻不了身。阿婉，你怎么脸色怎么这样差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今日来宫中参见先帝祭典，听说太后大发雷霆，让你在皇家祠堂罚跪，特意来看你。我不想见到你，你走吧。阿婉，你这样跪一夜哪里守得住？你把这个护膝带上。我不需要，你快离开吧。阿婉，你别犟了。太后，婉嫔一直在此为您供奉香火，为仙湖祭典做准备，真是好孝心啊。先前哀家还对婉嫔有误会，不过她还真是个好孩子，不枉我这么疼她呀。婉嫔，你在干什么？婉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先帝灵牌前厮混！